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我是老佳。今天呢，想给大家聊一聊新时代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今天推荐的大部分美食和调料呢，其实都来自于 Costco， 但是在其他超市呢，也完全可以买得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呢，我从米开始说起，那柴的部分呢，也非常的有意思，我把它放在了节目的最后，所以大家不要错过。米呢，在美国超市里的分类就是长粒米、中粒米和短粒米。那么从健康的角度呢，我就更推荐这个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比较低、支链淀粉含量比较低的大米。那么推荐的就是 Basmati rice、Brown rice， 还有藜麦。先从 Basmati rice 开始说起，在 Costco 呢，它卖两种，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不是有机的。那我当然更推荐有机的，因为有机的它从种植的过程啊，还有这个生长的环境啊，它都会更好，所以它出来的品质呢也会更棒。Basmati rice 呢，它有几个非常好的优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升糖指数非常低，只有50到55之间。那么普通的大米呢，一般都是在80以上。它升糖指数低，就代表了消化跟吸收的过程会比较长，吃起来呢也会有饱腹感，血糖呢也会相对的比较平稳，比较有助于减少这个脂肪的堆积。从身体的健康角度来说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Basmati rice 煮出来的大米呢，它通常呢是粒粒分明，因为它的支链淀粉含量比较低，所以它没有那么的黏糯。我们一般呢比较适合拿它做炒饭，或者呢是拌沙拉。拌沙拉呢就是拿一些蔬菜啊，还有一些火腿片啊，拌上一些酱料，比较适合夏天来吃，营养健康，对身体也非常的好。接下来呢就说一下 Brown rice。Costco 卖的这个 Brown rice 呢也非常的推荐，它的升糖指数也不高，并且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食物纤维，对身体也非常的好。那么我重点推荐的其实是藜麦。藜麦它虽然不是大米，但是它是一种全营养的谷物，它富含非常高的植物蛋白，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以及多重维生素，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呢，选它是没毛病的。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只有35，所以从营养、健康、好吃的角度上来讲呢，我都比较推荐藜麦。Costco 呢也有卖我们华人比较喜欢吃的泰国香米，还有黄宝大米。这两种大米的特点呢也非常的明显，弹性更好，韧性更好，大米的米香味儿也更香，是因为它的支链淀粉含量非常的高，那就意味着它的升糖指数也非常的高，高达80到90，甚至于黄宝大米升糖指数已经高到了90以上。那这就意味着你吃完以后饱腹感没有那么强，消化速度非常的快，你的血糖噌就上去了，这样会导致你的血糖不稳定，并且呢你还会容易犯困，会影响你后续的工作和学习。所以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呢，我并不是非常的推荐。但是从我们传统对大米的这个喜好上来讲呢，它的口味啊，它的软糯，它的香甜程度呢，可能更符合我们传统的这种对大米的喜好。如果你追求健康呢，就选择 Basmati rice 啊 ，Brown rice 藜麦。如果你更喜欢追求大米的米香味儿，还有这种软糯的口感呢，你就去选择黄宝大米或者是泰国香米。美国超市里的油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我今天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只推荐两种油，一个是鳄梨油，一个是橄榄油。在推荐这个油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个小知识给大家，所有的食用油99%呢都是脂肪，但是大家不要一提到脂肪就觉得它是不好的物质。脂肪呢它是分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那不饱和脂肪呢它就是对人体好的，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欧米伽3、欧米伽6，这些都是不饱和脂肪。所以只要我们去选择不饱和脂肪的食用油，那就可以了。先来说一说鳄梨油。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咱们刚说的，它是不饱和脂肪，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第二呢，就是它是所有食用油里烟点最高的。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烟点高的油呢？通常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温度超过了油的冒烟点呢，它就会产生不好的物质，也就是会产生致癌物，对我们的身体和健康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们尽量的就去选择冒烟点高的食用油。那么鳄梨油呢是所有的油里边冒烟点最高的。Costco 卖的这一款呢是2升包装的，它上面写的这个烟点呢是460华氏度，它其实并不是鳄梨油里烟点最高的。那我更推荐的呢其实是奥迪的这款有机的，是 USDA 认证的非转基因的，它的品质非常的好，并且它的冒烟点呢是500华氏度，高于 Costco 的那一款的。从品质上来讲呢，我更推荐的是奥迪这一款的。当然你买 Costco 的这个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鳄梨油的第3个特点呢，就是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E， 有助于降低我们得冠心病的风险呀，然后包括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呀，等等等等，它是对人体非常好的。总而言之，总结鳄梨油就是健康、安全、好吃。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橄榄油了。它分2种，一种是初榨冷榨橄榄油，还有一个呢就是精炼的橄榄油。初榨冷榨橄榄油在 Costco 买没毛病，一共有3种，它分别是意大利产的、西班牙产的，还有一个是有机的。首推意大利产的，因为意大利产的橄榄油是全世界公认的品质最好的，所以不用想，你就选择意大利产的，这个味道呀，还有它的营养价值啊，它的这个品质啊，一定是最好的。除了这个2升的包装之外呢，我个人呢其实最推荐的是这个玻璃瓶。是这个玻璃瓶的包装。首先呢，它是意大利 Tuscano 这个区产的 PGI， 它就是地理保护认证的意思，也就说明它是100%那个地方原产地的橄榄，然后做成的橄榄油，所以它的品质和味道是1级棒，并且它每一瓶上面都有一个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认证。这么卷？对，非常的卷。这个初榨冷榨橄榄油，你用它来干什么呢？就是法棍切成片儿，烤一下，然后蘸上这个橄榄油，再抹上一点蒜泥。我告诉你，就是人间天堂。不是先抹蒜泥再烤吗？啊，就是那个意思吧。然后更推荐的就是上面再放上一片三文鱼或者沙丁鱼，真的那个做早餐那就是提升你的生活品质。价钱其实没有比普通的早餐高多少，但是你一下就觉得自己是精致又高贵。还有一个呢是精炼橄榄油，这个冷榨初榨橄榄油它的烟点比较低，就不适合用来做炒菜，但是精炼橄榄油呢，它的烟点呢就相对会高一些，它是可以拿来炒菜用的。比如 Costco 也有卖的这一款，它是15%的初榨橄榄油，剩下的85%呢就是精炼橄榄油了。精炼橄榄油好处呢就是可以拿来炒菜，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还有它的风味呢就都不如初榨橄榄油那么好了。个人还是觉得炒菜应该用鳄梨油，然后平时我们拌沙拉呀、煮个汤啊什么的，我们就可以用初榨橄榄油，所以这种精炼的橄榄油呢是不推荐的。那你为什么买？我以前不懂嘛。你看我这些都是真正的经验血泪史，还推荐这种鳄梨油的喷油瓶，喷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并且呢它是不含助推剂的，这也是在 Costco 卖的，价格是所有超市里最便宜最划算的。这种喷油瓶呢配合咱们的空气炸锅使用，真的就是最好的搭档，而且能非常好的控制咱们的使用油的这个含量。在市场上占绝大多数的呢是海盐和矿盐，喜马拉雅粉盐呢就属于矿盐的一种，然后还有呢就是井盐，但是在美国超市的分呢就是 sea salt、pink salt 和 table salt。那我就先来说一下 table salt， 它就是普通的食盐，它一般都是精炼的食盐呢，精炼的食盐里面呢会放抗凝剂、亚铁氰化钾，这个科学实验证明这个物质本身对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但是因为放了它呢会比较影响这个食盐的品质跟香气，所以我个人更推荐的是海盐和喜马拉雅粉盐。那先说一下海盐，它就是纯天然的食盐，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添加剂。然后我更推荐的呢是这种我没有我更推荐的呢是那种超市里就 Costco 就有卖的，是那种现磨的那种，就大块的盐粒，然后现磨的那种食盐，它的对白白的，它的这个香味儿就是跟我们普通的那种海盐香味儿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尤其是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你这样现磨的盐，它的香味儿就是非常的足，它就是自带的一股香气。那我个人呢是更加推荐的是喜马拉雅粉盐。原因之一是它有颜色，
它可以非常明确的和糖进行一个区别，我永远不会放错。这个粉盐之所以呈现粉色，是因为它含有少量的铁元素，但是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粉盐因为它是矿盐，所以它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更多，好像对身体更健康。确实是这样，但是大家要知道，抛开剂量去谈这个效果，其实就不科学了。我们本来吃盐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说它多那点矿物元素能多多少呢？可能还不如我们随便吃点什么其他的食物补充的多。那不是有一些上年纪的人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哎呦哦，你小子阴阳怪癖。粉盐啊，它的这个咸度是比海盐的咸度要低，所以呢，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减少了吃盐的这个量。对身体呢也会更好一些。这里呢要补充一个小知识，我觉得对大家的烹饪呢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个盐呀，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调味剂，它能非常有效的遮住食物中不好的味道和苦的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些甜的水果里面加盐会让这个水果更甜，其实并不是提高了水果的糖分，而是它遮住了水果的酸味啊、苦味啊，还有一些不好的味道，那它的甜味呢就更加的凸显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人在喝咖啡的时候也会放那么一撮盐，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有的时候去，比如说我们饭煮糊了呀，菜烧糊了呀，或者是吃苦瓜呀等等，你就可以放一点盐啊，就多放一点盐啊，你就可以多放一点盐，听着咸。这样呢就比较好的能遮住那些不好的味道，这是一个小技巧。在美国超市里有部分的这种精炼食盐它是含碘的，所以我个人呢就认为我们不要长期的去吃含碘的食盐，这样会造成一些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有科学实验证明的。所以提醒大家一些，我们身体本身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就去选择就是我们尽量的就去选择不含碘的食盐，好吧？酱呢，在宋朝之后就都是酱油了，所以我呢今天就说酱油分两种，一种呢是传统的原酿酱油，还有一种呢就是调制勾兑的酱油。那从风味跟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呢，我就只推荐一个品牌。万字酱油，这个在 Costco 也有卖的，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那么为什么推荐万字酱油呢？首先呢，它具有300年的历史，而且它追求的是天然原酿，一般呢要求的都是半年以上的发酵，所以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的棒。我给大家念一下：水、黄豆、小麦、盐。没有了，看它的配料表你就知道它是绝对的天然原酿，而且不添加任何的额外的添加物。因为它的酿造工艺，所以它在酿造过程中可以散发出300多种芬芳物质，酸、甜、苦、咸它都有，还有鲜，它能把这几种味道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非常多的名厨都用的是万字酱油。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相较于普通的酱油呢，它可能比较咸，但是他们家呢也有减盐版的，在其他超市都有卖的。Costco 卖的呢就是这个原装的，我个人更推荐这个原版的，因为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的棒。醋呢有传统的陈醋、米醋、白醋以及一些果醋，有很多人去 Costco 买那种大桶的这种白醋，它跟小苏打放在一起呢，它就比方说清洁这个厨房的台面啊，什么厕所的马桶啊，它都可以清洁，而且清洁效果非常的好，物美价廉。我们频道的老观众肯定都知道意大利黑醋 Balsamic Vinegar， 首先呢它是葡萄酿制的，所以它自身呢除了酸味之外，还带有葡萄的这种果香的味道。从味道上，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它略略的甜，略略的有一点点苦，还有这种带有果香的酸味。它分3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也是最牛的级别，它是传统的意大利黑醋，这个呢在Amazon 上可以100毫升可以卖到125美金，它的酿造的时间是超过25年的。Costco 卖的这款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非常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它这款呢也是经过这个
地理认证的，大家可以看这个黄色的标志呢，就是地理认证的标志，而且呢，它也是有机的 USDA 认证的。它是意大利莫德纳这个地区产的醋，这个地区产的醋呢，就是第2个级别的醋，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拌沙拉呀，作为一个基本的调味料啊，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香气也是非常足的。我个人呢，自从用了这个莫德纳的意大利黑醋之后，基本上就不再用陈醋啊、白醋啊这些我就不再用了。除了这一款意大利黑醋之外呢，我还推荐另外一款，它也是莫德纳这个地区生产的意大利黑醋。它唯一跟它的区别呢是它是浓稠版的，但是它并没有加增稠剂，也没有加什么额外的添加剂，它只不过就是熬制的时间更长，液体蒸发的更多，这样它就更加的浓缩。但我不保证其他超市卖的这一款意大利黑醋也是不含增稠剂的，所以我个人推荐的是 Costco 这款，因为它是上面明确标识它是不含增稠剂的。那它的味道呢，就相对于这一款来讲，它偏甜，因为它额外的加了蔗糖，它又浓稠，然后又是酸甜口味的，所以它非常适合配合炸物，还有做一些沙拉，味道非常的好。你看它后面也给大家介绍了它是怎么吃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这种三明治啊什么的都可以用。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茶里面也是含有咖啡因的，而且茶里含有的咖啡因的含量比咖啡豆里含有的咖啡因含量还高。但为什么我们喝茶的提神的这个性能不如咖啡提神的性能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它泡到水里面，到水里它含有多少咖啡因的含量的这么一个点，所以当茶叶泡到水里边，它的咖啡因的含量就会低于咖啡豆磨成粉泡到水里边的这个咖啡量的含量，所以好像导致我们喝茶好像没有喝咖啡那么提神，但其实茶叶里面的咖啡因含量是远高于咖啡豆里边的咖啡因含量。哎呀，我的妈呀！Costco 它有卖这个绿茶、抹茶，物美价廉，味道也非常的不错。尤其是这个抹茶，我们可以拿来做蛋糕啊，还有这种甜点呀、smoothie 啊，都可以往里放，有淡淡的抹茶味儿，非常的推荐。但是我个人更推荐的是 Costco 里没有卖的大麦茶。首先它自己有一股大麦的清香，配合猪肉、玉米粒馅儿饺子去吃的话，那简直真的是特别特别大，建议大家都去尝试一下。其次呢是大麦茶，它不含有任何的咖啡因，小朋友也可以喝，适合全家人去饮。绿茶、红茶、花茶，其实这些茶里面它都是含有咖啡因的，不要以为绿茶就可以给小孩喝，不是的，小孩也不能喝绿茶，但是小孩就可以喝这个大麦茶。而且最神奇的一点是，它不但不会让你提神，它还有一定的助眠作用，所以我推荐大家晚上来喝大麦茶，喝完以后你就非常困，因为它里面含有褪黑素。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用杯子去泡大麦茶的话，你放多久那个杯子上都不会形成茶渍。它跟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让你所有的器具都保持一个非常干净的状态，所以也不会担心牙变黄。哎，对了，这是重点，就是我们喝茶时间长了，牙其实是会变黄的，这个跟喝咖啡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喝大麦茶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大麦茶真的是又好喝，然后又这个在我个人感觉它对健康方面就是优于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绿茶、红茶的。这种是我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散装的，然后这个呢是这个里边已经给你分好了，一包一包的。你看我拿出来就有那种大麦的清香味儿，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的。这个就比较方便简单，而且它的味道呢，我觉得比这个更好，所以我个人是推荐这种茶包式的，它里边都已经给你分好了，一包一包的去泡就行了。这个大麦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冷着喝，也可以热着喝。冬天呢我们就喝热的，夏天呢我们就喝冰的，就是生津止渴，特别棒，所以推荐大麦茶。柴呢，在过去呢就是热源，那我觉得我们现代社会提到柴呢，其实就是我们做饭的各种工具，帮助我们提高生活品质跟效率的这些非常好的厨房小家电神器。那首推的呢就是 Instant Pot 啦，还有空气炸锅呀，还有微波炉呀，这些呢在我之前做的一期厨房电器好物推荐里面呢都有详细的介绍。这个 Instant Pot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厨房小助手，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它通过一定的时间高压的这种情况下，能把这个肉啊还有食材啊在
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物质的前提下呢，把它烹饪的非常的好。像我们之前出过一期如何炖牛肉，然后炖出来牛肉如何做牛肉面那一期视频里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力量。去年的9月份，我们全家去了这个华盛顿 DC 的美国历史博物馆。那么在历史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 Instant Pot， 所以我个人就是觉得这个 Instant Pot 都已经进了美国历史博物馆了。如果你还没有见过它，如果你还不知道它，如果你还没有用它，那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类是不是吃亏了呢？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把这些好的厨房小电器都用起来，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做饭的水平，然后缩短我们做饭的时间。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去干嘛呢？去跟家人相处，去娱乐，去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空气炸锅呀、Instant Pot 还有微波炉啊，在 Costco 都有卖的。像我们频道里推荐过200多个关于空气炸锅的食谱了。那我们近期用到的空气炸锅呢，基本上就是 Costco 卖的这一款 Instant Pot 呢。我们在去年黑五的时候给它进行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的新版本呢，我个人觉得是更加的让我满意，因为它更大，更安全，也更美观。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会用 Costco 的食材来给大家做备餐，所以下一期呢是备餐食谱。下次再见，我是老妹，拜拜。没录上。怎么办？